俄军战术被扯下了最后一片遮羞布，就是他们曾引以为傲的营级战术群 BTG。据英国国防部透露，俄军现在基本上已经停止组编营级战术群，说是通过俄军在俄乌战场上的表现，已经证明这样的编组是无效的，认为营级战术群才是导致目前俄军窘境的罪魁祸首。大家觉得是这样吗？要知道，在过去的10年时间里，俄军的营级战术群在俄罗斯军事学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在2014年到2015年的东乌战争中，俄军出动了多个营级战术群，协助东乌武装对抗乌克兰政府军，就表现出相当强悍的战斗力，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歼灭了大量乌克兰政府军。甚至俄防长绍伊古更是在2021年8月发出狠话：我们拥有一支随时待命的部队，我们能在1小时内出发执行任务。我们今天共有168个这样的营级战术群。怎么到俄乌战争就不管用不灵了呢？关于俄罗斯组建营级战术群的想法，其实可以追溯到车臣战争时期。第一次是1994年12月11日到1996年8月31日，第二次是1999年8月到2000年2月28。在2次车臣战争以及2008年南奥塞梯武装冲突期间，俄军部队所表现的战力明显不足，缺乏足够的人力和装备来源，组成原有满员的旅和师。所以当时只能组建临时的营级战术小组。虽然2008年俄军在改革中曾试图建立永久战备旅，但因财政原因，此后该计划被搁置，转而组建规模更小的营级战术群。当然了，你要是死抓着想法不放，其实还能往前追溯到苏联时期，只不过这就越说越远了。感兴趣的可以给火力军留言，为什么俄罗斯放弃了永久战备旅，组建其规模更小的营级战术群？简单的说，就是俄罗斯经济急剧萎缩，已经供养不起苏联红军那样庞大的军队。再加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奉行亲西方政策，认为自己已经没有主要军事威胁。俄军的发展目标被叶利钦政府设定为以应付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为主，量少质优的职业型军队。所以以集团军师团为主干的俄罗斯陆军部队就走上了集团军旅营为主干的小型化之路，也就是我们一直挂在嘴边的师改旅。但是俄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就是他主持的军改太过于激进，大规模裁撤了部队编制，这也导致俄军基层军官和专业士官的大量流失，以至于新编成的旅极度缺乏合格的军官和专业士官，尤其缺乏那些具有电子战和导弹兵等高技术知识的专业人才。当时为了检验师改旅的成效，俄军高层于2010年对远东军区进行了一次战备检查，结果显而易见，没有一个旅被认定为处于战备状态，整个远东军区被评为不合格。所以俄军只能降低标准，在每个旅中建立了一个常备营以应急。之后在2012年谢尔久科夫下台，绍伊古接任国防部长。绍伊古上台后对陆军主要进行了2点调整，一个是重新组建6团制的师，恢复前苏联的大兵团作战体系，以应对大规模战争。另一个就是在旅级单位设置营级战术群，也就是 BTG，就是把一个旅的技术装备、技术人员和骨干士官集中到一起，组成一个火力、突击力和战场感知能力都相当强大的战术单元。它既能在主力编程内执行任务，也能在独立方向上完成作战任务。这些应该就是俄军营级战术群 BTG 的大致背景。回到营级战术群 BTG 在俄乌战争不灵的问题，若是按照英国国防部通过俄军在整个俄乌战争期间向乌克兰部署的约115个营级战术群的观察剖析，俄军营级战术群在整个俄乌战场暴露了好几个弱点。比如分散部署的火炮是俄军无法充分利用其在火炮数量上的优势，或是很少有营级战术群指挥官有权调动大量火炮实施攻击等弱点。甚至英国国防部还特别指出，营级战术群只配置了相对较少的战斗步兵，是其在整个俄乌战争期间最致命、最关键的错误。因为这样的配置导致俄军的营级战术群无法与装备其他武器的部队以及其他军事部门合作，才没能有效执行全方位的防御和进攻任务。
英国国防部分析得很好，但火力军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对其补充。俄军营级战术群之所以在2014到2015年的东乌战争上管用，是因为当时营级战术群最主要的作战方式是依靠无人机和电子侦察获得情报，然后引导大口径火炮和火箭炮等远程火力对敌方重要目标进行压制或杀伤。由于当时俄军的营级战术群拥有数量众多的大口径火炮和火箭炮，能够轻易覆盖数千平方千米的地区。这种无人机加远程炮火打击的战法灵活性强，作战效率高，所以俄军的营级战术群才会大放异彩。在后来的叙利亚战争中，俄罗斯作战十分依赖航空支援，战斗机和对地攻击机不间断地进行飞行轰炸，加上还有叙利亚政府军协助，而俄军的对手则缺乏航空、防空、远程火炮和装甲机械化步兵，所以俄军的营级战术群才会表现得如起到关键作用一样。而在如今的俄乌冲突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俄空天军的直接支援很少，加上乌军得到了西方国家支持，为其提供先进的情报援助，而且乌克兰运用的策略要么植根于苏联学说，要么植根于新的西方训练，对俄军战术安排知根知底，所以才造成了俄军营级战术群不奏效、不管用的结果。另外，俄罗斯的某些网络11月30日也承认，俄军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之所以如此不堪，就是俄军高层将赌注压在了营级战术群上。在俄乌战场上，俄军由于没能有效打击乌克兰的作战力量，也没有侦察无人机的帮助，因此以俄步兵和坦克为主的营级战术群在进攻时才会遭受巨大的损失。比如在俄乌冲突初期的机动作战中，俄军营级战术群的后勤保障能力就表现得十分羸弱，导致装甲车和防空系统等主战装备蒙受惨重损失。另外就是在之后的数个月作战行动中，俄军屡次妄想以少击多进行行动，这也导致其作战力量过度紧张，营级战术群无法按照如东乌战争、叙利亚战争那样作战。目前俄军的营级战术群至少暴露出3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英国国防部说的人数太少，俄军一个营级战术群加强满编后也就1200人，虽然说现在战争不绝对取决于人数多少，主要是依靠技术装备，但是人太少就会导致一些关键战术指令无法执行，无人机侦察、火力洗地，然后步坦协同冲锋，因此合成营内就需要有大量的炮兵做支援火力。至于具体要有多少，火力军认为至少要有1/3的人是各种火力打击兵种，大约要占掉400人左右。而为了保护脆弱的火力连不会偷袭，又需要部署同样人数的防御部队，这又消耗了1/3，所以实际可以用于步坦协同的只有大约400人，有时候甚至不够一个满编连队。这点兵力在叙利亚打民兵武装还可以，面对拥有一定反坦克能力、标枪满天飞的乌克兰部队来说就难了。要是乌军前期部署有完整的防御阵地和潜壕以及反坦克工事，俄军这点兵力根本冲不动。第二个是合成指挥人员能力不够，虽然营级战术群是营级编制，但其战术却需要使用无人机、多重火力、步坦协同突击等，基本上人才需求样样都占全了，这也导致指挥压力过大，无法及时发布合理的指令。别看指挥的虽然是营级战术群，但实际是做了合成旅的事情，相当于俄军的营级战术群合成营需要一个具备合成旅的指挥人才，而这个人才手里却只有一个合成营，只有区1200人的兵力。正着说就是大材小用，旅长干营长的活；反着说就是让一个营长去干旅长的活，能指挥得动吗？第3个问题就是友军协同不力。比如在一个较大的攻击正面上，俄方肯定不会只有一个营级战术群在作战，毕竟就只有1200人，能突破的防线宽度是有限的，这个时候就需要多个战斗群之间的协同。而问题就这么来了，当初俄军高层设想是好的，模块化编组往一块组就行了，但在现实作战中却惨遭打脸，更不用说俄罗斯军队的野战通讯一直存在大问题。总不能让俄军指挥官掏出手机明码指挥吧？况且俄军指挥官内部矛盾不小，经常内讧，更别说一起协调指挥了。而这些还只是编制和战术上的缺陷，若是与美军联兵营相比，俄军的营级战术群只会暴露出更多的问题。
比如，俄军营级战术群的主战兵器过于老旧，落后于美军的 CAB。虽然俄军营级战术群规模最大，装备的技术兵器最多，但其主战武器的在技术上已经落后。现在俄军营级战术群装备的坦克主要是 T72、T80、T90 3个系列，仍然属于苏军70年代的技术水平。即便是最新改进型，也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挖潜改造，没有根本性的技术进步。最先进的 T14阿玛塔主战坦克也没有量产，只是进行了实验性的装备。和美军的 M1A2 SEP 相比，性能已经相当落后。其他如步战车、自行火炮等武器也没有任何新意，都是一些苏军的陈年旧货。其次是俄军装备的型号繁杂，通用性差，维护保养困难。俄军营级战术群所装备车辆有多种不同底盘，通用性很差，仅履带式车辆就有5种底盘，这就给日常维护保养和战时抢修带来很大不便。相比较而言，美军联兵营装备的各种车辆底盘就比较简单，甚至单一，具有很强的通用性，极大简化了后勤供应，方便保养维护。最后就是技术兵器的种类数量过多，加上之前提到的缺乏技术人才，导致其维修力量不足。俄军营级战术群里面各种车辆多达120辆，其中包括坦克、步战车、自行火炮以及其他各种轮式车辆，种类繁多。但他们的维修力量只有一个技术保障排、3辆维修车，这点可怜的维修力量不可能保障整个战术群的战时维修。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次俄乌战争中，俄军在行军途中因为各种故障被迫丢弃了很多车辆，其中还包括了 T90A 主战坦克、RS-19 自行火炮等非常昂贵的装备。总的来说，俄军的营级战术群人数从900到1200人不等，至少辖1个坦克连、3个机械化步兵连。另外是实力不同，很可能还加强若干榴弹炮、火箭炮组成的火力连以及防空连。其战术也很简单，就是先用无人机侦察，找到目标后火力覆盖，然后坦克和机步连的装甲车突击清场。这战术虽不是很出彩，倒也算扎实可靠，中规中矩。但正如英媒体评价的一样，这种战术在中低强度的冲突中是很有用的，因为容易部署，最多1200人的团队也方便后勤补给，可以随时分散到一大片地区内进行进攻或防守。但是放到乌克兰这种地域广阔的平原地区进行高强度作战，营级战术群就有点吃不消。俄乌战争的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比如之前打马里乌波尔，靠的也是车臣的特种部队和俄方首个恢复苏联重装师编制组成的150摩步师。一句话概括，营级战术群本身没有错，主要还是俄军用错了地方。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俄军的合成化和模块化也只到了营这一层，再往上就无法实现了，这就根本无法与美国陆军拉开差距。归根结底就一个字：穷。就是因为穷，俄军营级战术群才会在乌克兰战场表现得如此不堪。好了，关于俄军停止编组营级战术群，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说的，都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讨论。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